火星可以看一个人的脾气，其实这个脾气就是生命的能量，非常原始的生命力，简称原力，还代表行动力、企图心，有多大的力气去追逐你的梦想。当然，它也是一个人的性动力。那我们今天就用火星星座来看看每个人的原力吧，可能还会顺带着帮你发现它渣的原因哦。如果火星落在白羊座的话呢，一定是一个脾气来得快去得快的人。好处是你做事情很有魄力，不会退缩，而且你也不怕受伤或是跌倒。虽然会让人觉得有点冒失或者是大大咧咧的，但是执行力强是你们的强项。如果太雕琢细节的话呢，反而什么事情都做不好了啦。火星白羊女容易被什么样的男生吸引呢？肌肉男、小鲜肉或者健康阳光型的。火星白羊男，他们会毫不掩饰自己对性的一个热爱，性跟爱的一个需求是正比关系，他们觉得爱情当中性要合拍，他就是一个比较原始的人类，有比较原始的需求。如果你是他的唯一，也会觉得还蛮好的，因为他就是这么简单直接嘛。火星白羊的人刚开始对性还是很设防的，但如果机会来了，他也准备好了，毕竟他是非常有开创性的，所以什么困难都不怕，冲就对了。而且如果尝到了这种突破万难的甜头，从此防线就打开，谁晓得他会想挑战什么呢？通常火白羊也不喜欢太明亮的地方，光线越昏暗越投入。火星射手座天生不会被道德或者法律束缚，所以大家看他总有一种很赶的感觉，但是对他们来说，只要不触犯到别人，还真的是没有什么事情不可以的。而且火射手不是为了叛逆而叛逆，而是他们真的觉得每个人都是自由的。火射手也非常敢追，但是这个目标要足够的好玩，一旦不好玩，或者是被他看透了，就会觉得很乏味。当整件事情变成义务的时候，火射手就想逃走了。如果没有发展好的，就会变成3分钟热度，或者做事情不讲逻辑，跳来跳去的。火射手男可能他们有玩过、阅历过，过尽千帆，才会心甘情愿的安稳下来。火射手也是火象星座，不过他是看不出冲动的，看起来甚至有点清高或者是修行人的感觉，但里面藏着熊熊的烈火。火星射手属于只要感觉对了，第一天就那个也可以，而且火星射手很容易被冒险的感觉吸引，比如说他会幻想跟不同的人，或者是一次跟很多人，各种新鲜未知的可能性都在他脑海里不断的翻腾，就看命运给不给他机会啦。如果你是属于大家都很喜欢的类型，那么打下你就代表我很厉害，这点征服感很重要。不过落实到身体呢，火星狮子还是喜欢舒适的，舒服最重要。如果身体觉得不舒服，就会觉得我们应该其他都不合适吧。不过火星落在狮子座是一个好位置哦。火星狮子的人天生非常的自信、大方、光明磊落，不会有羞耻的感觉，不会有容易退缩的心理障碍，举手投足间都有一种炫耀感。你跟他说话的时候，他会默默飘出一种优越感，但是并不会让人讨厌，因为火星狮子座的人也很愿意去照顾他人，或者是为了一个团体去努力。他们还蛮喜欢竞争的，因为有竞争可以让他们表现得更好，所以很多火星狮子人喜欢参加运动，因为运动里有竞争嘛。如果女生是火星狮子的话，表现能力都非常优秀，他们在行动上或者说气质上都带着一种我没有在怕的霸气，他们心里做事情的冲突是很少的，只会想跟环境去竞争，不会自己内心里纠结。男生如果火星狮子座，他在亲密关系上面喜欢对方能有夸张一点的反应，火星狮子可能都会喜欢一些角色扮演啊，有点助兴的表现啊，在亲密关系里会带着一些玩的成分，但是如果发展过多的话，就变成需要后宫的感觉。
火星水瓶对性感这件事情是没有边界的，但不要忘记水瓶是风象星座，所以他们对智力的活动感兴趣，因此幽默的人能激起火星水瓶的火花。火星水瓶被触动是因为跟你心灵相通，为爱而性的感觉更大。火星水瓶是很需要自己的空间的，他们也能接受跟伴侣各过各的，分床睡都没有关系。有的时候很理智，有的时候很情绪化，有的时候他们自己在生什么气自己也搞不懂，别人当然更搞不懂了。但是讲道理的时候他们也会很强硬，就是有一种反正都是他们说的算的那种感觉。火星水瓶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他们的性别观念是比较模糊的，很多世俗的价值观啊、认知的界限啊都没有太大意义，是随时可以跨越的。如果火星水瓶想要成功的话，不要追逐金钱哦，因为金钱对你们来说就是嗨不起来的一件事情。但是如果你相信一件事，你信它，做起来时会更容易成功哦。那如果说到性的话呢，火水瓶可能是意外的开放的，因为你们还蛮有探索欲跟好奇心的，尤其是一些没有尝试过的道具啊、环境啊，或者说有一些实验性质的游戏呀，你们都是蛮接受的。对于火水瓶的人来说，无论男生女生，就是一句话，知识是最高级的性感。火星双子好奇心一定少不了，话也很多，过程中可能会跟你聊天，可能会不断的询问你感觉如何啊，这次跟上次有什么不一样啊。如果你不喜欢在过程中被访问，可能就要告诉他一下了。火星双子也是属于很想尝试各种菜色的好奇宝宝，而且纸上谈兵也是可以的。最闲不下来的一个星座就是火星双子了，手上没有事忙或者没有乐子，会觉得很空虚，他们会自己去找事情做，或者没事就去找朋友，反正就是不会让自己很空虚寂寞的人了。火双子的人呢，他们一心可以多用哦，可以同时进行很多哟。然后火双子他们的心不会老，不会因为年纪大了就会变得很圆润，或者说磨去棱角，他们的棱角是可以跟社会呢可以共存的很好的。所以火星双子的人眼睛里看起来都很年轻，他们心中可能还是当初那个少年，没有一丝丝改变啊。火星双子座有脾气吗？有啊，但是脾气发完就算了。火星双子是蛮会挑逗对方的，或者是在打情骂俏之间会有火花，但玩乐上没有什么底线。火双子的男生在亲密关系中，心中还是当初那个少年，年纪多大都还是会有求知欲的。所以如果你的男朋友是火双子的话，可能就要准备好跟他一起探索这个花花世界了。火星落到天秤座是一个弱势位，但这个弱势位落得还蛮好的，因为不冲动了。在那方面他们倾向于被动，但并不代表他就是没有行动力呀，他是属于会看你的需要而调整他的火力的那一种。所以如果你很需要他加大火力，他也是可以加大的哦。而且火星天秤喜欢优美的感觉，所以你可能会感觉一切都是非常的舒适，比如说放个音乐啦，或者是搭配一个情境啦，他一定会把那个情境弄得很舒服，然后才会进行。所以如果你要跟他搭配的话，你千万不能太着急哦，太粗鲁可是会浇灭了他的小火苗的。火星天秤座呢，他们也是属于情绪发不出来的一类人，但是跟火星巨蟹不敢发脾气不一样，火星天秤呢是连自己生气都没有什么感觉了，仿佛对他们来说，他的气没有他保持优雅和体面来的重要，所以他们不太会有那种让自己崩溃啊、大哭啊、鬼哭狼嚎啊，他们第一个自己就不允许了。他们对于情绪可以很客观甚至克制的去处理，有些时候让别人觉得有点无情。某种程度来说，火星天秤是可以把感觉关掉的人，这样对他整个人的运作会比较流畅。但是作为一个旁观者，其实都还蛮希望火星天秤的人可以自私一点，因为当你肯为自己争取时，其实身边的人也会获得好处。